我被自己亲手扶上帝位的人送去和亲。在我诞下一子后，他却带领千军万马而来，血洗了我的国。你夫君和你孩子，你选一个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凤鸾殿内，鲜血淋漓，尸体遍布，四处皆是工人哀嚎的哭喊，活似人间炼狱。我隔着人海与顾寒舟遥遥相望，男子长身玉立，风神俊朗，独独眉眼间是藏不住的忧郁。顾寒舟眼睛死死盯着我怀中的小男孩，良久，嗓音沙哑：“这是你的孩子。”我颔首，纤细双手却止不住的微颤，隐埋在繁华下的伤疤，血淋淋的又被揭开。5年前，相府满门抄斩时的惨烈，一如今日历历在目。我环顾周围的炼狱，一言不发。我知道，就算我出口，顾寒舟仍旧不会放过他们。顾寒舟此人啊，生性淡漠至极，只对那人留了些许温柔。顾寒舟挥了挥手，一个温润儒雅、白衣染血、发丝凌乱的男子被拖了上来，是我的夫君，这陈国的帝王陆延若。我见到他时，骤然红了眼眶。延若，陆延若嘴被脏污的纱布堵住，口不能言。他朝我轻笑，如同春风拂面般，让人心安。顾寒舟运起内力，将一把匕首扔到我的身侧，冷淡开口：“锦轩，陆延若和你怀中的孩子只能活一个。”我拿起匕首，朝陆延若走过去，取下了他嘴里的纱布。我细细抚摸着这张时时刻刻都温柔似水的脸，似乎要将他的五官刻在心间般认真。匕首入了男子的腹部，血液染湿我的双手，孩童啼哭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。我却一时之间什么也听不见了，耳畔间环绕着几日前陆延若的话语。他说：“若有朝一日，陈国没了，天子以身殉国，绝不苟活。”他说：“两国征战，总有一败，不用替他报仇，余生要欢喜。”他说：“切记护好自己和离城，别再郁郁寡欢了。”陈国亡了，我被带回西国，我那才满3岁的孩子陆离城被关在冷宫，由于我自幼一起长大的侍女冬梅照顾。本来顾寒舟想让离城自生自灭的，我以命相逼之下，冬梅才能去照顾。我在乾清宫的偏房内，无名无分，见不得光的被囚禁了起来。每每梦魇之时，总是想起初被送往陈国时陆延若的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。他那般温柔似水的人，未曾嫌弃我身份低微，反而对我百般照顾，从不强迫我。这样好的人，怎么最终落得如此下场呢？该死的，明明是恶毒狠辣的顾寒舟啊！这日，乾清宫外响起叫嚷声，我的心如同被丝线缠绕般难受，下意识出去看看。乾清宫外的场景令我怔愣万分，自幼与我情同姐妹的冬梅腹部中箭，口中不断呢喃着：“就离城。”随后她便断了气。我拔下头顶的簪子横在脖颈处，都别阻拦我，否则我血溅当场。侍卫们不敢伤害我，纷纷束手无策，跟着我一路朝冷宫而去。冷宫内，一个5岁孩童踩在离城的背上，嘴中怒骂着：“小畜生，你那贱人娘让我的母妃不快，我就让你死。”周围还有太监对着离城拳打脚踢，小小的人儿趴在地上，气息微弱。那5岁孩童是乔贵妃之子顾简，娇生惯养，纯粹到极致的坏。我一把推开顾简，将离城紧紧搂在怀中，踢打离城的太监纷纷住手，围在顾简身侧关切着。乔贵妃乔明珠和顾寒舟一前一后赶了过来。乔明珠先发制人道：“臣妾的简儿命苦啊，被姐姐这无缘无故一推，血液止不住，恐怕没有10天半个月好不成。”顾寒舟冷冷凝望着我，我未曾辩解，跪在地上道：“是民女做错了，求皇上请太医救治民女孩，事后民女愿听凭贵妃处置。”离城呼吸愈发微弱，我眼泪控制不住地落下。这是陆延若唯一存活的孩子了，我一定不能让陆延若断子绝孙。顾寒舟轻声问：“怎么不辩解？”我唇角扬起一抹苦涩笑意，只是重复着求皇上请太医。辩解没有用处的。乔明珠是顾寒舟放在心间宠的白月光，我只是他无关紧要的地上霜。5年前，我曾辩解过，却被罚长跪在储秀宫前3天3夜。现如今，我只求离城平安无事。你为自己辩解一下，朕就传召太医。顾寒舟突然道。我嗓音沙哑道：“是太子打民女孩在先，
民女才推了他。顾寒舟扬起一抹残忍的笑意，一个孽种罢了，被打死也是死有余辜。太医最终来了，只不过是为了治顾简，哪怕顾简只是皮肉伤，都会被人如珠如宝的关注。哪怕我的离成命不久矣，都如草芥般无人关心。我滚烫的泪水砸在了离成苍白的小脸上，还同似有所觉般朝我一笑，断断续续道：“娘亲别担心，我没事的。若是我昔年未曾护着顾寒舟，未曾将他推上帝位，我何至于如此啊？是我造的孽，缘何要拿我相府满门性命？我的夫君孩儿来偿啊！”顾寒舟藏在袖中的手微微攥紧，他悠悠叹息，不知怎么的，让太医就治了离成。寒月高挂，夜笼罩了整个皇宫。我跪在储秀宫前，大雪纷飞，寒意刺骨，如碎片般的雪花砸在我眉睫处。殿内灯火通明，熏香袅袅，男女交缠的背影映在窗户上，缠绵之音不绝于耳。我不停地磕头，按着乔明珠的吩咐，一遍遍高喊：“贱人沈锦轩教子无方，冲撞了太子，罪该万死，望太子宽恕。贱人沈锦轩！”天光乍亮，黎明破晓，我的腿早已毫无知觉，头顶鲜血已然干涸凝固，口中仍麻木地低声喊着：“贱人沈锦轩！”储秀宫的门开了，披着红色狐裘，抱着暖炉的乔明珠在宫女的搀扶下走了出来。她居高临下道：“沈锦轩啊，本宫就是蛮不讲理，骄纵跋扈，那又如何？谁让皇上愿意宠着本宫呢？”乔明珠说这话时，刻意露出细嫩的脖颈，上面是醒目的红眉点点。我无力开口，寒冷侵蚀着身上的美处。其实乔明珠说的倒也不错，顾寒舟是满腹心机的帝王，怎么可能辨不出是非？不过是爱与不爱的差别罢了。乔明珠掐着我的下颚：“沈锦轩，你栽树，我乘凉，这就是你的贱命。”我猛然吐出一口黑红的血液，耳畔间响起了陆颜若的话语：“锦轩是受尽宠爱，无忧无虑的命，多笑笑啊！”眼眶溢满泪水，我一时竟些许迷茫，终归是贱命吗？活该失去所有，不得幸福吗？乔明珠嫌恶的眼神转瞬即逝，他笑意盈盈奔向殿门前长身玉立的男子。顾寒舟挽起他的手，温柔道：“明珠可消气了。”乔明珠娇嗔道：“尚且没有呢，但若是这罪人愿让离成给臣妾的假儿做完办1个月，臣妾说不定就消气了呢。”顾寒舟无奈一笑：“一个孩童罢了，明珠想让离成做太子的玩伴，是离成的荣幸，那自今日起便让离成跟着太子吧。”二人轻描淡写几句话，定了离成的去处。我猛然睁大眼睛，虚弱道：“皇上，万万不可啊！若是贵妃未曾消气，罪人可跪到贵妃消气为止。”顾寒舟微不可见地蹙了蹙眉，他目光看不出喜怒，直直望着我。明珠想做的事，无人可以干扰。天子如是说着，乔明珠朝我莞尔一笑，眸子终止不住的嘲讽。我却满心皆是，离成怎么办？他还是个孩子啊，在太子的搓磨下，能否活下来都是个问题。无人在乎我的满腹惆怅，离成终究被送去做了太子伴读。再次见到离成时，是在狩猎场上，他单薄青衣，脸色苍白，跪在太子顾简的脚下，如同青竹般不卑不亢，却硬生生折了腰。我坐在宴席最末尾，蒙着面纱，不敢露出真颜。这是我向顾寒舟求来的见离成的机会。顾简突然狠狠踩着离成的腿，惬意地眯了眯眼，小畜生生来就是给本宫当脚垫的。声音不大不小，在嘈杂的狩猎场上近乎听不清，一直关注着离成的我，却听得一清二楚。我死死地咬着唇，黛眉紧蹙，强忍着近乎要倾泻而出的眼泪。我的离成才那么小，却被迫经受这些屈辱之事。都怪我啊！若不是我一意孤行扶持顾寒舟登基，我的孩子怎会落到如此地步？狩猎即将开始了，顾简奶声奶气开口，却让我如坠地狱。今年的狩猎，搞些新鲜玩意吧。本宫的伴读跑得极快，一会儿他作为猎物上场，若是哪家公子射中他的箭最多，本宫重重有赏。活人做猎物，多么恶毒狠辣的事，可场上却响起热烈的追捧，皆是说着顾简想法新颖的。我将希冀的目光望向顾寒舟，唇角无声张开，别，哪怕念在10年相伴上，他护护我的离成吧。
他又是受尽欺辱，次次接受我将他护在身后，还我一次吧，就这一次。顾寒舟冰冷的目光瞥向我，他看见了我的哀求，可他只是轻笑。太子很有想法，那就让你的伴读上场。我一瞬间仿佛跌至冰窖，黎城注意到了我，小小的孩童扬起甘愿赴死的笑，要快快乐乐的。黎城的声音很大，众人皆是一头雾水，我却知道这是他对我说的。和陆颜若一样好的人啊，缘何会凄惨至此呢？况且他若是死了，我便真的孤零零一人了，怎么可能会快乐？拿什么去快乐？一声锣鼓响，狩猎开始了。我的黎城在场上与动物们一起四处逃窜，可仍旧有不计其数的公子哥为了讨太子欢心，将冷箭对准了黎城。我目眦欲裂，再也看不下去，以极快的速度冲上去挡住了锋利的剑，衣裳破碎，渗出血花，我疼得紧蹙眉头，却将黎城死死护住。数不胜数的箭如雨般射了过来，我忍着疼躲闪，却避不可避地中了几箭。那些罔顾人命的公子哥们并未因我一个女子上来而停手，反倒愈发兴奋起来。我眼前逐渐昏暗，耳畔间是黎城撕心裂肺的哭喊：停手吧！男子清冷凌厉的声音是我最后听到的。再次醒来时，眉目冷峻的顾寒舟站在我的床榻前。我抬了抬手，疼意如蚂蚁是心般阵阵传来，见着顾寒舟，心下恨意燎原。我的家人，我的孩子，冬梅和陆颜若，皆因眼前这人而凄惨至极。野种，我当年就该放任你被打死。我嗓音沙哑，却掷地有声。昔日初见顾寒舟时，他被欺软怕硬的太监们围着打，奄奄一息，唯独一双眼睛熠熠生辉，明亮灿烂，看起来便让人于心不忍。我为他驱赶走了太监们，他却恩将仇报。如今想来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当初就该不管不顾，径直走过。顾寒舟愕然了一瞬，眼梢爬上红，他摸了摸我的额头，怀疑我是不是发烧了，才对他说出如此重的话。可我定定地凝望着他，继续骂着：你就是个心思狠辣的野种。顾寒舟的母妃身份低微，与人通奸被发现后，千刀万剐而亡。先皇大怒，却终究心软，只是将年仅6岁的顾寒舟扔到冷宫，不闻不问。宫中连条狗都能欺负到顾寒舟头上，我是相府嫡女，机灵讨喜，深受先皇喜爱，在宫中能走动自如。我偶然一次发现了被人欺负的顾寒舟，挺身而出，便跌入了无穷深渊，难以逃脱。顾寒舟如墨的瞳孔里藏着风雨欲来，他气急反笑：朕是九五之尊，野种这个称呼留给你那即将死亡的儿子吧。我理智回笼，苦涩一笑：黎城若是没了，我也不活了，你不舍得我死，对不对？顾寒舟10年相伴，彼此熟悉，若是顾寒舟恨透了我，不会救我。顾寒舟如同被戳中心事的小丑般落荒而逃，独留我疯狂大笑。他在不舍得什么呢？他不舍得人生仅有的温暖。他自幼被骂着野种长大，只我一人眼瞎心忙去帮他。他怎么会舍得我死呢？我对他那么好，哪怕养条狗都会有不舍之情。月挂梢头，夜幕降临，储秀宫内春宵帐暖，颠鸾倒凤。双颊酡红的顾寒舟突然俯身在乔明珠耳畔呢喃：你怎么能骂我是野种呢？你怎么也跟别人一起骂我？话语到最后甚至添了些许委屈。乔明珠脸色一僵，低声道：皇上，您看清楚，臣妾是谁？储秀宫发生的一切皆传不到乾清宫偏房里，而我只是在忧心着黎城的处境。太子欲取黎城性命，狩猎场上未成，难免想出其他拙劣的法子。年仅5岁的孩童，坏的纯粹，坏的极致，我一刻也放心不下。翌日清晨，乾清宫偏房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锦衣华服，头戴金钗的乔明珠站在我面前。他眉眼间泛着怒意，嗓音很厉：你怎么不去死，陪你的短命鬼夫君殉国啊？我紧蹙眉头，轻声辩驳：陆颜若才不是短命鬼，他是天底下最好的人。乔明珠冷笑连连：呵，不仅陆颜若是短命鬼，你们的儿子黎城，本宫也要扒皮抽筋，血肉喂狗。说到此处时，他弯了弯唇：到时头颅割下来，给你煲汤喝。我没来由的犯恶心，眼前女子朱唇皓齿的明朗面容下藏着一颗肮脏龌龊的心。
乔明珠忽然重重往后一躺，倒在了地上，鲜红的血液从她的裙摆处流出，瘆人可怖。她唇角微弯，无声开口：“你完了。”果然，下一瞬，明黄色地服的顾寒舟便匆匆赶来，随着乔明珠而来的宫女们纷纷大声指责着我，言语着我推了乔明珠，求顾寒舟处罚。啪响亮的巴掌声在屋子内转开，我瘫倒在地上，捂住被扇红的脸，耳朵间嗡嗡响，工人们的责骂声逐渐变得微弱起来。始作俑者正抱着乔明珠往外走，还不忘狠厉道：“明珠若是出了什么事，朕将你千刀万剐。”我独留在原地，工人们的嘴一直动着，我耳畔间的声音却愈发小。终于，声音彻底没了，我近乎癫狂地站起来，随手拿起茶盏砸在地上，茶盏碎了一地，工人们纷纷后知后觉地上前擒拿我。我愣怔着望向茶盏碎片，痴痴笑着，我听不见了。我泪水蓄满眼眶，暗暗嘲讽着自己傻，那段噩梦般的记忆骤然席卷而来。幼时的顾寒舟因意气行事打了太子，被押入大牢，准备问斩。我不忍见他丧命，跪在结了冰的白玉石路上，替他求情。太子的生母皇后家族强悍，与相府能一争高低，且互不对付。他便刻意刁难，让工人长乖我50下，方能松口放过顾寒舟。我硬生生挨了50下，当时耳朵流出止不住的血液，我从此落下来病根，耳朵不能受疼。后来顾寒舟被放了出来，他扑在我怀里，泪流满面。他说世人皆将他看作蝼蚁，独我不同。他说他长大了一定会护着我，让我做全天下最幸福的女子。满门抄斩，送去敌国后又摧毁掉我的生活，让我失聪。原来这便是他所谓的幸福。乔明珠流产了，我被押入天牢，狱卒应是收了贿赂，对我擅自用刑。浸满盐水的鞭子被狱卒们挥起来，抽打到我单薄的躯体上，留下道道红痕。我疼得紧咬下唇，汗水不断滴落，快要撑不住时，牢门打开了。绛紫色长衫，五官俊朗的顾寒舟踏了进来。他看到了狱卒们擅自用刑，但并未智慧，只是摆了摆手，让狱卒们下去。陈国擅自用刑是要满门抄斩的大罪，可若擅自用刑的对象是我，那便无罪了。只因我害得乔明珠流产，于是我的命对顾寒舟而言，比畜生都低贱。待人退去后，男子如黑曜石般透亮的眸子凝望着我，仿若要将我吸进去。给朕生个孩子，你就能活下去。顾寒舟说。可是我听不见，只能仇恨满满的与他对视。他好像又重复了一遍，但我仍旧听不见。顾寒舟的俊脸浮上错愕，他倏地靠近，将我的手拿起来，在上面慢慢写着：“你是不是听不见了？”我扯起一抹嘲讽的笑意道：“昔年我因救你，耳朵落下了病根，今朝失聪，怪我自己救了一条养不熟的白眼狼。”顾寒舟的眼神晦暗不明，心底百般情绪交织。最终，他在我手心细细写着一行字，随后我便被抱出了天牢。我坐在床榻上，一袭红色珍珠裙衬得我肌肤愈发白了几分，红色的盖头遮挡住视线，我只觉顾寒舟可笑。他在我手上写的一行字，竟是让我不要怨恨他。思绪间，门被推开了，顾寒舟一袭红色长袍，面带笑意，称得上芝兰玉树，温润如风。他掀起我的盖头，将我抱起来，自顾自低语：“锦轩，你终究是朕的。”我想奋力挣扎，却被灌了药，浑身上下使不出一点力气。顾寒舟压上来的时候，我眸子中的惊惧再也藏不住。可男子还是强硬冲了进来，我的伤口被扯动，撕心裂肺的疼，却满脑子皆是陆颜若，那种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的人，从不会逼迫我。初被送到陈国时，陆颜若灿烂如星河，温润若春风。陆颜若会温柔地询问我，会为了逗我一笑，堂堂帝王亲自抚琴。这般好的人，却被迫惨死在我剑下。痛到极致之时，我精神恍惚地低声唤：“陆颜若，对不起。”顾寒舟是习武之人，内力深厚，自然听见了。他俯身咬住我的唇，微微用力，血液绽开在他的唇角，染成点点血花。不许想着别人，本就是他抢了你5年，他和孽种都该死。若不是他怕世间再无人羁绊住他的锦轩，他怎么会琉璃城活下来？那夜过后，
顾寒舟日日派太医来诊断，终于等我有喜后，他不再来乾清宫偏房，只是太医却日日皆来，为我治好了失聪，送了许多安胎药。因我无宠，宫人们见风使舵，怠慢于我，以此讨乔明珠欢喜。冷至残羹，甚至在这寒冬，我连炭火都无，可我并不在意这些。3月后，乾清宫偏房内，我抚摸着微微显怀的肚子，思绪恍惚。我想打掉孩子的，可顾寒舟用离城威胁我，我陷入了愧疚与自责中。愧对九泉之下的陆延若，自责自己没本事，连陆延若唯一存活的子嗣都难以护着。咚一声，醉气熏熏的顾寒舟踹开了门，他昔日温润的眉宇间凝聚着化不开的风雪。屋内没燃炭火，顾寒舟身形微颤，一把拦过我，握住我冷如冰的手。宫人们阳奉阴违，胆子越来越大了。我未曾言语，顾寒舟将头埋进我的颈窝，深吸了几口后，嗓音哽咽：锦轩，你又不理我，5年前你若是求我一下，我们怎么会越走越远？我一把推开他：你别欺人太甚。5年前分明是他灭了相府满门在先，如今反倒是我的错了。顾寒舟低声呢喃：沈锦轩，喊来离城吧，让他见见你如今的模样，让他知道你是我的，从始至终都是。我几乎是瞬间抬头凝望着他，咒骂道：你疯了！我的离城年纪小，见了我显怀的肚子，会怎么想？顾寒舟眉梢微红：我才没疯，你本来就是我的，你不该生下别人的孩子，你不该背叛我的。离城终究被带了过来，他瘦如枯槁，长衫洗到发白，眼角处长长的划痕让人无法忽视。我下意识垂手，不敢与他对视，心疼与难言布满胸腔。娘亲！离城喊了我一声，随后的话语让我潸然泪下。娘亲受苦了，无论娘亲做了什么，离城都爱娘亲。他稚嫩的声音却坚定满满。我骤然抬头，抚摸着他的脸，缓缓道：对不起，是我昔年识人不清，是我今朝无能为力，害得本该泡在蜜罐中锦衣玉食成长的离城沦落到这般下场。娘亲未曾做过愧对离城的事情，无需道歉。我突然想起，在陈国时，我因相府的满门抄斩郁郁寡欢。温润儒雅的陆颜若眸似星河，你未曾对不起任何人，只是这世道人心难测，无需耿耿于怀。而今我却怀了仇人的孩子，被囚于这深宫中，挣脱不掉。屋内一直默不作声，藏于阴影下的顾寒舟大笑：真是母慈子孝，不过锦轩是朕的，怀孕3月有余，而这孽种只能看朕的心情而活。我身形微颤，仔仔细细地盯着离城，怕他情绪出什么不对。可离城只是淡然道：娘亲从始至终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哪怕怀孕，依旧是我要敬爱一生的娘亲。顾寒舟后来酒醒了，我却对他的厌恶愈发深，时常在无人时抚摸着逐渐隆起的腹部，冒出苟活不如寻死的念头。相府满门抄斩时的血流成河，陈国亡了时的尸横遍野，一帧一幕来回浮现在我眼前，挥之不去。我总是会梦见幼时的纯粹天真，爹娘尚在，相府如日中天。我依然会在发呆出神时看到陆延若，他唇角弯弯与我絮絮叨叨，可转瞬他的腹部便被我插入一把匕首，瘫倒在地。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事，原来陆延若待我的温润有礼，早已刻进了骨髓。我陷入了焦灼中无法自救，寻死的念头若隐若现。期间顾寒舟发现了我的不对劲，他为了稳固我的情绪，让离城来陪我。离城握住了我的手：娘亲，若是活着太累了，就不用管我啦，我一个人也行的。我掩着面泣不成声，我自然知道他在骗我，他一个人在敌国皇宫如何存活？他只是看我太苦了，不忍我继续饱受煎熬下去。又过了1月，我彻底熬不下去了，我这一生本就愧对了太多人，便以死赔罪吧。好歹是带着顾寒舟的骨血一尸两命，不算亏。我环顾着屋内，凡是能自杀的利器早早被收了下去。但顾寒舟终究百密一疏。夜晚时分，我用完膳后，宫女如往常一样散漫地将东西收拾下去。我独自坐在玫瑰椅上，拿着洁白的瓷片，无声笑了起来。这是我打破一个不起眼的小碗得来的，只要轻轻往脖颈上一划，我便不会受折磨了。
这痛苦的一生便会结束了。思绪间，瓷片就横在了脖颈处，我的腹部突然动了一下。我倏地愣怔了一瞬，这也是我的孩子，可能察觉到了我的举动。腹部又动了一下，我却不曾心软。顾寒舟作恶多端，他不配让我给他生子。况且我的处境如此，孩子生下来遭受的定然也是白眼与谩骂。何必呢？泪水却不知何时模糊了视线，我握紧瓷片，狠狠滑了下去，血液顺着纤细食指流。迷迷糊糊间，我被一片黑暗笼罩，天地间独独中心浮萍上亮着光。我循着光而去，一个约莫4岁的孩童被包裹在莲花中。他朝我笑着，阿娘。我立刻停下了脚步，心下蔓延着复杂的情绪。孩童满心欢喜地站起来，朝我跌跌撞撞奔来，他伸出白白胖胖的小手。阿娘抱。我情不自禁伸出手，却直直穿过了他，他眉眼间渗出血液，莫名妖冶。我知道阿娘想让我死，但我不怪阿娘，阿娘开心就好。我连连摇头，想和他解释，却一时不知能说什么。我眼睁睁看着孩童身影消散，自始至终，他只是笑颜如花重复，不怪阿娘。我心口有什么东西迸发开来，苦涩满满，难以言喻。娘亲，你醒醒啊！耳畔间响起熟悉的声音，我艰难地睁开眼，脖颈处传来阵阵疼意。黎城站在床榻边，脸上泪水干涸，眸子中的害怕与心疼交织。我强硬笑起来，没事的，别怕。顾寒舟偏执狠辣，没了我，黎城定然活不下去。说来说去，我的黎城到底只是孩童，在死亡面前怎会不惧？门被打开了，顾寒舟冷眼凝望着我，你怎么敢带着朕的孩子去死？我气急反笑，如今这般，他生下来依然步你的后尘，但这世间不会有第二个沈锦轩了。孩子活下来会受尽屈辱，生不如死，或许平安长大都是问题。顾寒舟抽出长剑，横在黎城的脖颈上。朕的孩子若是没了，这孽种会被千刀万剐，割下来的肉喂给狗吃，尸体扔去乱葬岗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一股寒意迅速蔓延全身，我咬牙道：你真是狠毒。顾寒舟毫不在意，锦轩是第一天认识朕吗？我瞬间败下阵来，相府众人的死相历历在目，头颅满地，血流成河。那时尚且年少的顾寒舟便能踏喜而来，还笑着说：锦轩与我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，开心吗？这种畜生，我怎么会奢求他有人性？我轻声道：你别动黎城。顾寒舟却不知发了什么疯，用剑挑断了黎城的手筋，血肉翻滚，深可见骨。我嗓音颤抖：你在做什么？顾寒舟不语，让人将黎城带下去，随后冷笑：你能带着朕的孩子去死，却对陆颜若的孩子。我骤然打断他：闭嘴，你不配提陆颜若。顾寒舟眸中微不可见的闪过一丝落寞。是啊，朕是不配提他，毕竟他命丧黄泉多日，早成了白骨一堆，朕提他晦气。话落，他便一甩衣袖，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出。后来顾寒舟似是怕我再次自缢，便命黎城在乾清宫偏房陪着我。我日日望着清风朗月的黎城，再也生不出自缢抛下他的心思。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我怎能为了一己之私害他丧命？冬去春来，我临盆了，宫女们抱着水盆进进出出，接生嬷嬷不停喊着使劲，伴随着一声婴儿啼哭，我脱力瘫倒在床榻上。生了，是个大胖小子。嬷嬷喜笑颜开，将孩子裹上襁褓，抱到我眼前。许是血脉使然，我不自觉地抬眼望着孩子皱巴巴的小脸，哭泣止不住。绛紫色长袍，五官俊美的顾寒舟挽着淡紫色长裙，眉目含笑的乔明珠走了进来。我心中咯噔一声，防备地望着乔明珠，他来定然没有好事。不出所料，乔明珠接过啼哭的孩子，轻笑：皇上您对臣妾真好，姐姐害得臣妾流产，使得臣妾难以孕育子嗣，臣妾又想有孩童陪陪太子，皇上便出此下策，忍着恶心与姐姐生孩子。我如遭雷劈，自嘲笑着，怪不得这些时日顾寒舟小心翼翼地提防着我自缢。原是如此啊，原是如此，但乔明珠心怀鬼胎，怎会真想要我的孩子去陪太子？这孩子若是交给乔明珠，
恐怕便活不下去了。乔明珠撇了撇嘴，可是皇上，那离城懂事勤奋，臣妾有些不舍呢，不如让姐姐抉择一下，哪个孩子在臣妾膝下养吧。顾寒舟宠溺道，依明珠所言。我心口仿若被人活生生撕开般疼痛难言，这是让我自己选择，送我的哪一个孩子去死。哇哇哇！乔明珠怀中的孩童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哭声愈发大，回荡在屋子内。我望了孩童一眼，孩童漆黑明亮的眸子充满着对万物的好奇。奇怪的是，孩童与我对视上后，立刻止住哭声，反而咧嘴笑起来，似乎想让我高兴。我垂下眼帘，不再看他，抿唇道：幼子更好培养出感情，让幼子养在贵妃膝下，伴着太子吧。陆颜若待我温润如丝，二选一之间，我永远不会放弃他与我的孩子。强自压下疼意，我一遍遍告诉自己，这孩童是顾寒舟的，是死是活，与自己无关。乔明珠莞尔一笑，这孩子尚未取名，那便叫锦纬如何？顾寒舟心不在焉道，甚好。那日之后，乾清宫偏房愈发冷清，工人们玩忽职守，敷衍了事。我时常望着离城，精神恍惚，他与陆颜若长得越来越像了。不知为何，近日里想起来陆颜若，心口便疼得无以复加。陆颜若被我刺死的一幕，徘徊在脑海中反复循环。好在离城的伤养好了，日子虽难熬，倒也无风无雨。再次听闻顾锦纬的消息时，是在1月后，宫女匆匆忙忙地跑进来，面色焦灼。贵妃娘娘，请你过去一趟。我下意识站了起来，脚步迅速地朝储秀宫而行。脑海中一片空白，顾锦纬这个名字难以抑制地浮上心头。到了储秀宫后，顾寒舟正怀抱着梨花带雨的乔明珠安抚，一股寒意席卷全身，心口传来阵阵莫名疼痛。姐姐，是我看管宫女不力，害得锦纬被闷死了。乔明珠殷殷啜泣，可那双琉璃般的瞳孔中闪烁着得意，哪有半分愧疚。我无心与她言语，闷死二字反复在耳畔响起。我往里走去，裹在襁褓中的顾锦纬脸色发紫，嫩白的脖颈处是难以忽视的红痕。不是闷死的啊！我倏地低吼，不知不觉间泪水沾染了满面。这是被活生生掐死的，如此明显，顾寒舟怎么会看不出来？无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纵容乔明珠所为罢了。乔明珠是被百般呵护的皎皎明珠，我沈锦轩算什么呢？不过是顾寒舟登上帝位的工具罢了。连带着我血浓于水的孩子，都是可以随意打杀的。这些时日，我不敢去想顾锦纬，如今这孩子不出所料的丧命了。我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二选一间，我也抛弃了锦纬。锦纬，锦微，谨小慎微，正如他短暂的一生般渺小，无人在意。顾锦纬被下葬了，春雨绵绵，暖风阵阵，他死在这样好的天气中。他未曾上玉蝶，自然入不得皇陵。我跪在他的墓碑前低喃：下辈子可千万别投胎到我这里了，我这人命苦，给不了你温暖的童年，害得你尚未学会说话便死了。仔细想想，我本来是京城人人艳羡的相府嫡女，锦衣玉食，明媚张扬。这一切在遇见顾寒舟时便变了，我惨遭满门抄斩，好不容易脱离梦魇后，顾寒舟又剥夺了我难得的幸福。绵绵细雨飘洒在我的身上，逐渐模糊了眼前景象。顾寒舟一袭白衣，撑着油纸伞而来，向来爱干净的他，屈膝蹲下，用衣角细细擦拭着我脸上不知何时出现的泪。锦轩别哭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我嫌恶地避开他。好？你说我怎么会好？待我好的人尽数丧命，我怀胎10月的孩子被你送去给乔明珠，在这人世间活了1月便长埋黄泉。字字泣血，顾寒舟顿了半晌，似是有些后悔，我们还会有孩子的。呵，我嗤笑一声，谁稀罕于你的孩子？顾锦纬不过是血脉使然罢了，我永远不会给你生孩子了，哪怕我去死，也不会给你生孩子。顾寒舟从未见过我如此浓郁的恨意，他怔愣片刻，垂下眼眸，不敢看我。锦轩，再过几日，我们便能如初见之时了，我抚琴你练舞，我们还好好的，别这样恨我。高高在上的天子声音越来越低，带了些许哭腔和乞求。痴心妄想，我冷声道。顾寒舟真是惺惺作态，令人作呕。3个月后，
乔明珠的母族江府被满门抄斩了。与此同时，乔明珠与太子被押到了我的眼前，二人纷纷惊慌失措，连连求饶。我冷眼凝望着他们，只觉一股心凉。狡兔死，走狗烹啊！想来也是，顾寒舟心思深沉，哪里会真正爱上谁？对我是利用，对乔明珠又何尝不是？他容忍不下掌控兵权的江府，便慢慢蚕食，一网打尽。乔明珠与太子忽然止住了哀嚎，腹部皆插了一把刀剑，二人倒在地上。顾寒舟眉目含笑的面孔露了出来。乔明珠害死了锦轩与我的孩子，我便将顾简和他都送下去陪葬。锦轩原谅我好不好？顾寒舟轻松开口，仿佛倒下的二人不是他日日相伴的枕边人与血脉相连的孩子般。我骤然生出了一股恶寒，惧怕之意不断涌出。乔明珠与顾简丧命，自是如我心意，可顾寒舟简直是六亲不认，丧心病狂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顾寒舟缓步走了过来，怀抱着我，仿佛丢失多年的珍宝被找回般小心翼翼。锦轩不要喜欢别人，喜欢寒舟，一辈子陪着寒舟好不好？顾寒舟近乎偏执地开口。我不语，他便自顾自道，又是众人皆欺我辱我，独独锦轩心善待我好，锦轩一直待我好吧，富贵荣华我都给你。我强自压下恨意，回道好。后来顾寒舟日日伴我身侧，待我如珠如宝，而我借着他的宠爱，给了黎城100两黄金做盘缠，将黎城送出皇宫，暗自叮嘱他纵马朝千里之外，与西国为敌的齐国跑。到了齐国后，便不必活得如此小心翼翼了。我待在深宫中，心口空落落的，时常产生错觉，看到相府亡魂与陆颜若，甚至是顾景伟那个生来便注定孤苦的孩子，他们皆在说不怪我，让我好好活下去，我却愈发沉闷。春去下来，我躺在床榻上，咳血不止，缩在厚厚的锦被中，泪流满面。外面蝉鸣不停，绿意葱茏，明明是最暖和的盛夏，我却只觉冷意连连。我能怎么办呢？我无依无靠的一人，怎么斗得过睥睨天下的帝王？这日，我央求着顾寒舟想去赏荷花，顾寒舟欣喜若狂，这是我近日来第一次主动与他说话。一艘游船漂浮在水面，荷花大朵盛开，争奇斗艳，美不胜收。顾寒舟搂着我絮絮叨叨，说了好些话，我藏于衣袖中的簪子狠狠插在了他的心口处。他闷哼一声推开我，捂住心口，不敢置信地望向我。锦轩，你就这么恨我？顾寒舟的暗卫从天而降，拔下簪子，开始替他包扎伤口，手法熟练，是会医术的。天子出行，缜密如丝，怎么会轻易被我刺杀呢？好在黎城应该已然到了齐国，一生无忧了。我突然生出一股疲惫之意，缓缓靠近船边。顾寒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眼稍微红。金贵傲然的天子此时低声祈求：锦轩，你恨我，我也不在乎的，你别离开我。我未曾理他，纵身一跃，跳入了荷花池，惊起阵阵波澜。顾寒舟眼稍通红，焦灼道：快救人啊！夏日的池水并不凉，反而泛着暖意，只是我开始逐渐呼吸不上来，眼前慢慢变得模糊。恍惚间，我看到了温润如玉的陆颜若，她捧着荷花对我笑：锦轩，你不要郁郁寡欢了，我过得有点累，所以我来找你啦。陆颜若。顾寒舟终究没救上来我，他一日白发，将我尸首封在保人永不腐烂的水晶棺内，放置于乾清宫。他日日对着棺材言语，形势愈发暴虐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苦不堪言。终于在3年后，大臣们联合推翻了顾寒舟。顾寒舟死时，瘫倒在水晶棺前，低声道：锦轩，我被人欺负了，可惜这一次再也不会有人护着他了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